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34.01， 收盘价是 134.80，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35.78， 最低价是在 133.6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70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下方是在 133.5 附近遇到了支撑，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上。那股价呢，一度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上方是到达了 135.78， 也就是接近136的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呢，遇到压力，然后呢，股价出现了回落。那最后呢，股价一直是在盘中是小幅的震荡。那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那留下了上影线。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啊是大幅的量缩，说明当日的这根 K 线啊，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啊出现新高之后呢，并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而推动股价继续上行。那么而是我们也会看到是成交量缩。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出现新高，而且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啊，说明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当日啊，股价是在一个休息的走势当中。那么日后啊，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对，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一定会出现补量的上攻。好，那么当然呢，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可能会有回档的走势。那目前这根休息 K 线它的最低，也就是 133.66 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啊，股价只要不出现低于这个前低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股价一定会我们认为是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之后的交易日，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啊，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而在这个地方呢去做头。对，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136附近，也就是要到达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34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那实际呢，在10月11日收盘价是在134.8
1.80，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在点位上相接近，并且呢，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我们说的走势相同就是它的最高和最低和我们预测的是基本相同。对，我们会认为这是走势相同。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并且伴有大幅的量缩，日后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攻，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10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36。136是7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这个位置是一个强压力。我们会看到股价在10月8日收盘价站上前高，也就是8月26日这根 K 线最高之后连续4个交易日一直是没有突破136，也就是这个地方股价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也就是上方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目前呢，多空双方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是有争夺的，但目前来看，现在是否上攻是取决于多头的，对，也就是市场的信心是否足够，能够去推动股价站上136。那目前在到达136之前，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135.78就是它是一个压力。所谓这个位置是个压力是我们指的是如果出现低开盘，股价出现回档，它才会成为一个压力。那否则目前股价对于股价上行真正的压力或者第一个目标就是136。那这个位置一旦被突破那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英伟达股价历史最高的，也就是141这个位置。那么141将是股价日后上行第二个目标。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那么再总结一下，就是目前股价能否继续上行是取决于多头力量。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我们依然设定在115。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虽然出现了横盘，那么10月10日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低的低点，可以把它算作一个底，但是呢，我们要等日后这个股价的走势再来决定是不是把这个目标提升到这个位置。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涨势是自10月2日以来的这样一个我们会看到是连续的上涨。那么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15这个位置，将是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31，还有这根突破的 K 线10月8号这根 K 线的最低129.5，这2个位置是重要的标志位。那这2个位置一旦被跌破我们认为股价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那有可能会回踩到20日均线值。那么只有跌破20日均线值之后呢，我们认为股价才会去测试115。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131，接下来第3个目标就是101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10月14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33.5这个位置，也就是134，或者说是对，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绿 K 的中线附近。对，133应该是，好，那么在10月11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呢，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10月14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是134这个位置。
好，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通常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啊，日后股价是要选择方向的。休息 K 线我们指的是带有大幅量缩的休息的 K 线。那么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很容易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而目前股价的这样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啊，只要在盘中股价不低于这个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补量的上攻。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长时间在134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走势的然后一旦出现回档走势，我们会看到将会跌破5日均线值，因为5日均线值在10月14日我们测算是能够到达134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这个位置不能够成为支撑，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压力。对，所以在10月14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34。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那么在10月7日当周生成的这是一根实体中绿 K 线。然后呢，当周的这个 K 线啊，虽然是一个基本是一个平开盘，应该是小幅的一个高开盘，就是平开盘。对，然后我们会看到在当周啊，股价是一路的上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呢，它的收盘价不仅站上了前一根 K 线的最高，也站上了前高，也就是8月26日当周的最高，是在131附近。那再次出现头高，下方有底，也就是在周 K 线图当中啊，确认了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呢，虽然是就是应该是量平，但是呢略微的高于前一个交易周。那出现这样，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价涨量平的一个现象。那通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也就是说预示着在之后的一个交易周啊，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那么出现回档的前提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没有新高的出现，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或者接下来一根 K 线不高于135.78。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也不排除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上攻的一根 K 线，也就是再次出现一根实体中绿或者实体长绿 K 线。对，因为我们会看到五均值已经是叫上穿了10均值，也上穿了20均值，然后10均值也即将上穿20均值，所以这些包括下方的这个KD 值还有 MACD 的指标呢，都是指向上的。对，所以只要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能够突破前高，那么对于周 K 线图来说，一定会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调出辅助线，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我们预测在10月7日当周，股价如果收在高位，是收在134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应该是收在112附近，112附近。那在周中我们关注的位置是9月23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就是127.5这个位置。
对，或者是128，我们当时如果取整数的话，那么在周中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出现小幅高开盘之后啊，一直是在128上方运行，因此我们会看到收在了高位。那么碰巧呢，也收在了我们预测的这个点位附近，就是相接近，并且这个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在7月8日当周这根 K 线的下方，然后在8月26日当周这根 K 线最高的上方。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回顾。那到了10月14日当周，我们预测股价如果出现上行，会收盘在142附近，也就是股价会出现历史新高。对，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如果出现上涨呢，很有可能就是一定会有高于这个收盘价的一个点位。对，好，那么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130附近，在这个位置，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30。好，那么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10月7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是136。好，那我们刚刚解读 K 线信息的时候说了，出现价涨量平，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只要股价能够在前高上方运行，一定会出现补量的上攻。但是如果是在前高下方运行，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而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的。对，但是我们认为5均值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的话。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呢，我们有一个2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123.75这个位置。对，那么由于近几个交易日呢，就是自10月8日以来一直呈现的是价涨量缩，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那么到了10月11日收盘价是在134.80，在这个位置我们依然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出现这样的量缩，如果没有补量的上攻，股价一定会回档。我们可以等股价回档之后再去加仓。对，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在技术上。好，那么之前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132，目前股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仓位一直会持有。那到了10月14日，我们给出的停利位置依然是守5日均线值，但是呢，数值要增长到133.5。对，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了，日后跌破了133.5，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目前如果出场叫获利出场。好，那如果想继续持有做多，那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止损位我们仍然守20日均线值，在10月14日是在123附近，依然是这个位置。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认为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从136一直到141，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的目前的目标呢，就是下方的这个131，这个是空头一定要跌破的位置，因为这根 K 线的最低被跌破呢，那么也就瓦解了之前的这些带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
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所以现在空头的目标就是131。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136，第二个压力位是141。我们认为从136到141之间每一个点位都是强压力。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从133.5到134之间。第二个支撑位是131，这是重要的标志位。第三个支撑是128，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四个支撑位是12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攻。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4，上方最高会到达137.5，是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136附近。但是如果股价能够到达139.5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38附近。出现这样补量上攻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好，另外一个可能，也就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对，如果是这样呢，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5.5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到达131.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2附近，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第二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会跌破5日均线值。好，那这是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